我们谈过了苏东坡的词，现在要谈苏东坡的文，因为他是文起八代之衰啊，他是这个文章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尤其他的《赤壁赋》啊，我们来《赤壁赋》，我们不必全部的念啊，我们谈一点就好了啊。他里面就提了曹操，说曹操赤壁之战的时候，哇，这是一世之雄啊，是吧？但是现在在哪里啊？曹操早就死了，是吧？所以他就说客一之乎水亦月乎？你晓得水，晓得月亮吗？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足莫消长也。盖将治其变者而观之，天地诚不能移损；治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便无尽也。而又何幸乎？其天地之间物各有主，各非吾之所有，是一毫而不取，为江上之千夫，与山间之名曰而得之为生，物欲之为生，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无穷尽长也。这无与之所构思也。真好，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因为我们人生所有的人都学着说，人生不错啊，但是有个遗憾就是太短了好吧，太短了。你要多少时候，要多长你才会满足啊？有人说大概活200年吧。我想等到你有200年的时候，你又会不满足的。人生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对不对？当然我们来比一比，说一说我的看法如此的我们已经确定的事情，就不必妄想它的改变，因为人生就是如此。大概所有的人活着不过100岁左右充其量大概是活100岁我们比起来不错的嘞，动物没有那么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养一个很可爱的一条小狗，但是就会担心它一定死在你以前，也会舍不得。动物很短死的时间，充其量10几年而已，好吧？植物那更糟，像植物里面的蔬菜还没长好就被我们吃光了像果实1年收成1次也被我们吃掉，好像动物植物都在为我们人类服务我们还不满足你干嘛所以这个苏东坡就告诉我们说不必贪求一种没有希望没有止境的那个贪求我们希望人生有所改变，有所充实，但是要有改变之可能。你贪求你的生命能够延续，那是既定的事情。你在动物植物之间你已经占有优势了你还要怎么样？那我们好好的跟这个大自然相处清风明月阳光，是吧多么的好，是吧？我的看法是如此我有一个这个结论，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来的时候不是我们的意思，但是去的时候我们要听从自然，因为所有人活着他之所以出生，不是他自愿说我愿意到世界一游，没这回事，是他父母造成的，好吧？那么出生既然不由自主，好吧，那要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那是又如何呢我的建议是说，应当是听其自然不是说我活着不耐烦了
平常接触自杀算了啊，不必。我还活得不够啊，我还多活一点时间啊，也不必。不必贪求延长，也不必提早结束，完全顺应自然，这是我的看法。所以说啊，我们对于人生的来不能控制，对吧？我们对于人生的去要淡化、平淡的等啊，不能看得太重啊。那我们进来了，至于说什么时候离开，那随其自然嘛。该走了走了就走嘛，这是什么了不起？本来就是如此嘛，是吧？没有什么好，就是悲伤啊，还值得留恋啊，也没那回事啊。所以啊，在《青壁赋》里面，叫我们处逆境的方法，是吧？处在逆境的时候，你要心平气和，你要更加彻底，才能够把逆境安全的度过。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啊。人生永远是顺境的不可能，当然永远只是逆境，那也太倒霉了啊！我觉得逆境是好的，因为你不被逆境所束缚，然后你好好的、很谨慎的来对付这个逆境，它是一种收获，是一种成就啊，让你感觉到你的存在是很有意义的、很有价值的。我就处过好几次逆境，我觉得逆境没什么不好。我只要在逆境的时候不灰心啊，小心谨慎的来应付、来对付，它会过去。过去之后，对你来说是一种成就。所以逆境不要害怕，这是苏东坡对我们的贡献在这里。同时，他还告诉我们说：“哎呀。”贪求那个寿命之延长的是完全无聊啊！你已经在动物和植物中间，你已经占了很大很大的优势了，是吧？那现在你还能够跟阳光、跟秋风、跟明月还相伴，你就享受这个自然嘛，就行了嘛，是吧？啊，人生不必太苛求啊，不必自寻烦恼。所以，这个苏东坡很有明智，他早就看出来，这个是不必谈的啊。我们也深受其影响啊，也从此建立我们人生的新的价值，是吧？